嘿，哥們，今天咱們聊點特別的。前陣子投資界那位傳奇人物查理芒格以99歲高齡離開了我們。他不光是巴菲特老爺子身邊不可或缺的搭檔，更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靈魂人物。他那獨到的世界觀、堅定的價值觀和深厚的財商智慧，影響了我們好多人的投資路。今天我就想借這個機會，跟大家一起回顧一下這位老先生留下的寶貴財富。芒格可不只是巴菲特背後的男人，他更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投資大師。虽然他走了，但他的智慧光芒依然會指引着我們前行。芒格老爺子說過，想說服人別老講道理，得戳人痛處，也就是利益。你想得到什麼，最靠譜的法子就是讓自己配得上它。還有個特好用的思維方式，叫反過來想。這招對着那些複雜系統，包括咱們自己的腦子特別管用，能把問題簡化不少。他提醒我們，怨恨、仇恨和自憐，這些都是要命的念頭。尤其是過度自憐，最容易讓人鑽牛角尖，還特難改。所以千萬別讓自己掉進自憐的坑裡。他強調，咱們得多學知識，讓這些知識在腦子裡形成一個框架，以後遇到事兒就能自動用上。他常說，你不需要瘋狂行動，需要的是極大的耐心，要堅守原則，等機會來了就得狠狠抓住它。而且還有一點特別重要，那就是得終身學習，不然想成事兒難。芒格觀察到，有些人生活越過越好，他們可能不是最聰明的，也不是最勤奮的，但他們都是學習機器。每天晚上睡覺前，他們都比早上起床時更聰明一點。這種日積月累才是真本事。他自己呢，活得特別率性，不在乎別人喜不喜歡。他說，除非自己能比對手更好地反駁自己的觀點，不然就不配擁有這個觀點。這份對自己見解的嚴苛，讓人佩服。在他漫長的人生裡，持續學習是最大的助力。他覺得，就像人類發明了發明的方法，才有了大發展，咱們也得學會學習的方法，才能真正進步。他還提到，複雜的官僚程序不是好東西，最好的社會應該是一張無縫的信任之網，沒那麼多彎彎繞繞，只有一群靠譜的人，彼此之間充滿信任。如果你真看透了這個世界，就會發現它荒誕的讓人想笑。好多人生災難都是毫無創意的，比如酒駕、魯莽駕駛、沾染惡習、被邪教洗腦的聰明大學生，還有那些重蹈覆轍導致生意失敗的例子。這些都是因為我們不肯吸取前人的教訓。芒格有個很形象的建議，人生就像玩滑翔翼，要是起步沒成功，那個就徹底玩完了。所以別犯那些老掉牙的沒創意的錯誤，他們才是人生大麻煩的源頭。芒格曾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個有錢人，不是因為愛錢，而是為了那種獨立自主的感覺。他喜歡自由地表達想法，不被別人牽着鼻子走。別往往低估了那些簡單大道理的重要性。他認為伯克希爾哈撒韋就像一所學校，教導大家正確的思維方式，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那些大道理真的管用。這種滲透式的教育效果特別好，因為這些道理實在太簡單了，大多數人太浮躁，操心的事太多。成功需要的是平靜耐心，但機會來臨時也得足夠進取。用股票波動性來判斷風險，他覺得這事兒挺傻的。在他看來，風險就兩種，一是血本無歸，二是回報不足。你看，像 ICES 糖果這樣不錯的公司，一年裡也會有2季度虧錢，反倒有些爛公司業績挺穩定。他說，巴菲特有時候會提到折現現金流，但他從來沒見過巴菲特真去算。巴菲特聽了也說，是要是得靠仔細算才能得出的價值，那就不太靠譜了。如果你買了一只被低估的股票，得等到價格漲到你算出來的內在價值才能賣，這本身就很難算。但如果你買的是一家偉大的公司，那就只管坐着別動。他們當年也買過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前身一家紡織廠，還有加州的一家存贷行 Wesco。這2筆投資後來都成了大麻煩，但奇怪的是，他們買的時候價格都比清算價值還要低。互聯網對社會來說是極好的東西，但對資本家來說簡直就是禍害。它提高了效率，可好多提高效率的東西利潤卻降低了。互聯網只會讓美國的企業少賺錢，而不是多賺錢。市面上那些投資專家個個都說自己能做出高於平均水平的成績，但事實呢，多數情況下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巴菲特每周光是思考投資就要花70個小時，人們呢卻算得太多，想得太少。他說，無論何時，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毀掉你的生活，那個東西就是你自己。老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想法是最傷人的。稅法告訴我們，買一個好公司讓它自己飛起來，然後長期持有是最划算的。打個比方，如果你買的股票每年複利回報15%，連續30年，最後一次性賣掉交35%的稅，年回報還有13.3%，但如果每年都賣一次交一次稅，那年回報就只剩下9.75%。別小看這3.5%的差距，放大到30年，結果會嚇你一跳。前者回報42.35倍，後者只有16.3倍，相差了整整26.05倍。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把股票看成是对企業的一小部分所有权，用企業的競爭優勢來判斷內在價值，尋找那些未來折现现金利潤比你支付股價高的機會。
這很基本，但你得明白概率，只有當你贏的概率更大的時候才去下注。他說，很多人破產就是因為過不了心裡那道坎兒，越是投入的多，就越覺得快成了，再加把勁兒，結果越陷越深。其實，咱們得學會及時止損，告訴自己算了，之前投的就當打水漂了，我還能重新開始，沒必要一條道走到黑，把自己給毀了。芒格這輩子在生意中見過不少錯誤，其中過度追求避稅是讓人做傻事的一個常見原因。他說，他見過有人為了避稅搞出特別大的動作。他跟巴菲特雖然不是挖石油的，但該交的稅一分不少，現在不也過得挺好的嗎？要是有人向你兜售避稅套餐，他勸你別買。他認為美國現在正處於文明的頂峰，或者說快要接近了。如果50年或100年後，美國只能比得上亞洲某個國家的1/3，他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要是讓他打賭，將來世界上幹得最棒的，應該是亞洲的某些地方。某種程度上，股票就像倫勃朗的話，他們的價格是基於過去成交的價格。債券就理性多了，没人會覺得債券價格能高到天上。想象一下，如果美國所有的退休基金都去買倫勃朗的油畫，他们都會升值，然後引來一大幫追隨者。有人覺得阿根廷和日本發生的事情在美國絕對不會發生，他覺得這種想法是很瘋狂的。芒格認為，比起機構投資者，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 REIT 更適合個人投資者。他提到巴菲特還留着一些菸頭式投資的習慣，這讓他即使在人們不喜歡 REIT 市價跌到8折以內時，也願意用自己的私房錢去買。這種行為能讓巴菲特回想起當年撿菸頭的快樂，所以他自己有點閒錢搗鼓這事兒也挺好。聰明人也免不了遭受過度自信的災難，他們總覺得自己的能力更強，方法更好，結果往往在更艱難的道路上疲於奔命。他說，莊家優勢在現代理財學裡是個有意思的概念，那些機構基金經理看上去就像賭場裡的總管，只是規模更大。芒格說，3人行必有我師，要想成為領導者，就先得學會做跟隨者。我們總是在學習修正，甚至顛覆各種主義，在恰當時機快速顛覆自己的想法是項很重要的品質，因為強迫自己去考慮對立的觀點。如果你不能比你的對手更好地說服對方，那說明你的理解還不夠深。他回憶說，自己年輕那會兒，漢堡包才5美分一個，最低時薪是40美分，所以他算是親眼見證了巨大的通脹。但這摧毀了投資環境嗎？他覺得沒有。生活和事業上大部分的成功都來自於有意避免了一些東西，比如早死、錯誤的婚姻等等。錯誤有2種，一種是啥都不做，看到機會卻束之高閣，巴菲特管這叫準指示錯；另一種是本來該大力買入的東西，我們卻只買了一點點。經常對照清單能避免不少錯誤，你得掌握這些基礎智慧。對照清單前還要過一遍心理清單，一直保持平常心，這個方法是無可替代的。打官司除了您的費時費力低效，而且結果難料。他說，每年都能給你10%幾回報的投資，只存在於夢想之國。現實世界裡，你得不斷尋找機會，然後把它們拿來對比，最後只投那些最吸引人的，這就是你的機會成本。大一經濟課上就學過的，遊戲規則沒變。所以，所謂的現代投資組合理論，他覺得非常愚蠢。最好是從別人的悲慘經歷裡學到深刻教訓，而不是非得自己去碰壁。他們伯克希爾有些成功是早就預言到的，有些則是意外獲得的。一般人認為最好的情景，就是美好的投資機會一個接一個的送到你面前。幾年之前，風投界的人們就是這樣享受的。但芒格說，他們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就像要飯的，到處尋找好公司來買。多年來，他們每年最多投資12個公司，說他們已經挖地3尺了都不誇張。好機會可沒有專業推銷員上門推銷，如果你只是坐在那裡等待好機會來臨，那你的位置很危險。他說，他們最大的錯誤是該做的沒做，該買的沒買。你只有學會怎麼學習，你才會進步。他們長期努力就是保持不做傻事，所以收穫比那些努力做聰明事的人要多得多。伯克希爾過去的業績簡直輝煌的領土。芒格說，如果他們也用槓桿，哪怕比默多克用的少1半，也會比現在的規模大5倍。買可口可樂股票的時候，他們花了幾個月才攢到10億美元的股票，這個是可口可樂總市值的7%。要成為主要股東真的很難，所有的大資本最終都會發現很難繼續擴大，於是去尋找一些回報率更低的途徑。他說，如果今天你的資本較少，而且你還年輕，你的機會比他們那時候要少。中年輕的時候剛走出大蕭條，那時候資本主義還是個貶義詞，到了60、70年代，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更是肆虐。當時有個笑話，有人說我買股票是為了老了的時候考慮，沒想到6個月就用上了。芒格說，他現在已經覺得自己是老人了。您的環境確實更加艱難，但這不意味着你的做不好，只是可能要多花些時間，不過你們也可能活得更長呢。說到美國的嬰兒潮現象，芒格覺得這跟經濟增長比起來，影響簡直小太多了。過去100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翻了好幾番，這可不是因為嬰兒潮，而是資本主義和科技發展帶來的。這些利好因素實在太強大了，嬰兒潮帶來的不過是小波動。他甚至說，只要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每年穩健增長幾%，社會就能保持和平。
政客們的開銷也能應付，但要是經濟停滯了，那不同代人之間的關係可就真會緊張起來了。嬰兒潮頂多是個催化劑，根源還是經濟不增長。芒格發現，實際上每個人都會把那些能具體量化的東西看得過重，因為他們想秀一下自己在學校裡學到的統計技巧，結果忽略了那些雖然無法量化但卻更重要的東西。他一生都致力於避免這種錯誤，而且覺得自己做得挺不錯的。他說，你應該對各種學科的各種思維都有所理解，並且經常把它們全部用上，而不是只用某幾個。大多數人只擅長用某一個单一模型，比如經濟學模型去解決所有問題。用一句老話來說，拿錘子的木匠看什麼都像釘子。這是一種很白痴的做事方法。對他而言，把股票分成價值股和成長股純屬瞎搞。這種分法可以讓基金經理們誇誇其談，也可以讓分析師們給自己貼個標籤。但在他眼中，所有靠譜的投資都屬於價值投資。他這輩子認識的所有智者，沒有一個不愛看書的。他們巴菲特看書之多都能嚇着你。靠孩子還取笑他是一本伸出2條腿的書。聰明人都愛大量閱讀，但這還不夠，你還得有一種批判、接受、合理應用的態度。大多數人看書都沒有抓到正確的重點，看完了又不會學以致用。我們經常從那些上進的孩子們那聽到這樣的問題：查理爺爺，怎麼才能像您一樣有錢？怎麼才能迅速達到您的高度？芒格舉例說，他們如果再開一家 SES 糖果店，幾乎不用再投入任何資本，因為他們的資本已經多到快淹死他們了，所以幾乎是零成本。但對於那些極度缺錢的煎餅店來說，增設特許經營店簡直是瘋狂的事兒。他們喜歡搞直營店，以便更好地控制服務品質。做空行為是很危險的，坐在空頭位置上，卻眼睜睜看着股價遇到利好消息大漲，這會讓人特別氣憤。人生苦短，受這種氣看出值當了。他說，世界上最鬱悶的事情之一，就是你費盡力氣發現了一個騙局，並且做空這家公司，結果卻眼睜睜看着股價繼續瘋漲3倍。那些騙子們拿着你的錢談笑風生，你還要收到證券行的保證金追加通知，這種鬱悶事兒，你哪能去碰呢？真的上市的代價已經變得非常高了，一個小公司謀求上市其實沒什麼道理。很多小公司正在走私有化的路子，以此擺脫上市公司那些繁重的負擔。公開叫價的競價方式，他覺得根本就是設計來讓人腦子發熱的，因為別人也在叫價，你就会覺得自己的競價得到了社會認同，你會有一種回饋傾向，還會陷入一種被剝奪超級反應綜合症，覺得必須想方設法阻止你的心頭好離你而去。總之，他的意思就是，這種方式就是設計來操縱人的心理，讓人們去做白痴的事情。按標競價的問題在於，標的物常常被那些犯了技術錯誤的一方贏得，比如殼牌石油支付給貝利奇石油的價格，竟然是另一方的2倍。在公開叫價的競標中，你就不可能比輸掉的那一方多付1倍的價錢。他們偏愛把大量的金錢投放到那些不需要專門在做什麼其他決策的地方，能理解投資的真髓，也能讓你成為一個好的企業管理者，反之亦然。他經常見到一些並不聰明，甚至也並不十分勤奮的人成功，但他們都是熱愛學習的學習機器，每天晚上睡覺的时候都比早上起床的时候稍微多那麼一点點智慧。夥計，如果你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話，這可真是大有裨益啊！無論是對於私有企業的企業主，還是上市公司的股東進行買賣時，參考的標準都應該是企業內在價值，而不是過往成交的記錄。這是最基本的價值概念，而且芒格認為永遠也不會過時。他說，巴菲特和他並不是因為成功預測了宏觀經濟，並且依此下注才獲得今天的成功的。有位提問者來自新加坡，他把 15% 的增長率稱作保守。芒格說，新加坡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成績最輝煌的發展中經濟體，所以這位提問者才會這麼說。但這根本不是保守，這簡直是狂妄。只有新加坡來的人才敢把 15% 稱作保守。他說自己不會花太多時間追悔過去，一旦吸取了教訓，就不會再陷在裡面了。他還透露，如果從他們的投資決策裡剔除掉最好的那15個，他們的表現就顯得非常平庸了。他說，遊戲的重點不是非常多的動作，而是非常大的耐心。你得堅守你的原則，當機會出現的時候就大力出擊。他們會把一些決策議題扔進一個名字叫做太難了的檔案櫃，然後去幹其他的議題。如果想提高你的認知能力，忘記過去犯過的錯誤是堅決不行的。模仿一大堆人意味着接近他們的平均水平。生命中的很多機遇都只會持續一小段時間，他们之所以持續，是因為別人暫時不便攫取它。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所以你最好隨時預備好行動，並且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有巨額佣金的地方，常常就有騙局。承認自己不懂某樣東西，意味着智慧的曙光即將來臨，即使你不喜歡現實。也要承認現實，其實越是你不喜歡，你越應該承認現實。他們努力做到通過牢記常識以遇人見，而不是通過知曉尖端知識賺錢。長期來看，一個公司股票的盈利很難比這個公司的盈利多。如果公司每年賺 6%， 持續40年，你最後的年化回報也就是 6% 左右。即使你買的時候股票有很大的折扣，但反過來，
如果公司每年資產收益率達到18%，並且持續20-30年，即使你買的時候看起來很貴，它還是會給你帶來驚喜。就像工人必須了解自己工具的局限性，用腦子吃飯的人也要知道自己腦子的局限性。他們發現，那些在生意中勝出的系統，往往有些變量被近乎荒謬的最大化或者最小化。比如 Costco 的打折倉儲店，他說有些情況比坐擁大量現金无处可投更糟糕。他還記得當年缺錢的情景，可不想回到那時候。如果你在發出指令和訴求的時候，總是告訴別人你的原因，他們就會更好地理解你的意圖，並且覺得你的想法更重要，他們也就更願意聽你。量入而出，时刻攢錢，把錢放到可以延期交稅的賬戶裡，時間長了，你就會攢出一筆財富了。這完全不需要動什麼腦子，他盡量遠離那些不懂裝懂的人。他覺得先好好掌握別人已經整理好的知識才是靠譜的學習方法。他自己不認可的一種閉門造車、自己鼓搗出結果的方法。他說，沒人能那麼聰明。他有個熟人，但家旁邊那個房子看起來很不起眼的，竟然賣了500萬美元。可見房市價格有很極端的泡沫。經驗告訴我們，當機會來臨的時候，如果你有足夠的準備，並且果斷有魄力地做一些簡單而合理的事情，就能奇蹟般地讓你致富。偶爾出現的這種機會，往往賜予那些時刻準備着，一直搜尋着並且願意分析複雜事物的人。當機會出現的時候，你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使用你平時謹慎耐心攢下來的彈藥，大手下注在那些勝算極大的賭局上。芒格說，現在這個時代是以往的資本主義中沒見過的。與以往相比，我們有史以來最多的知識分子投身在炒賣股票和投機倒把上。他所見到很多事情，讓他聯想起索多瑪和俄摩拉那樣的墮落罪惡之城，自私、妒忌，還有各種山寨貨。以前也有過這些事情，他們都導致了可怕的後果。他們的投資風格被稱作焦點投資，意思是持有10隻股票，而不是100個或者400個。好投資不好找，所以應該集中在那些少數幾個好的上。這對他來說是很顯而易見的事情，但是投資界98%的人都不這麼想，這對他們倒是挺好了。他說，也要當心過於強烈的意識形態觀念，如果你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的話，那是很危險的。和巴菲特一樣，他有很強的支出慾望，不是因為喜歡法拉利什麼的，而是他喜歡獨立，極度渴望獨立。每一個有工程師思維的人，看到會計準則都會想吐。你只有學會了如何學習，才能進步。多談談你的失敗歷程，少吹噓你的成功經歷，這樣對你好。還有一句他常說的話，不要和同一隻豬搏鬥，因為這樣你會弄得渾身髒兮兮的，而對方是很高興。